本期将会迎来什么挑战呢？我要公布下一期的任务就是 ACG 破次元计划。ACG 二次元文化及动画、漫画与游戏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你们要从节目组提供的经典游戏、漫画和影视剧角色里面选择一个喜欢的角色，打造2套造型。第一套要求100%复刻，打造完美 cosplay 形象。第二套，你们要为角色创造一身适合他去出席潮流派对的全新破次元造型。当然，我知道你们其中有很多是2次元的爱好者，但有些人呢也接触的不多。所以为了大家更好的、更快的了解了我们2次元文化，我特地为大家搬来了2位救兵，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2位。欢迎他们。好久不见，雪飞夫人。雪飞呢是我们 cos 界的大拿，EVA 手游官方 coser， 被称为最美凌波丽。她 cos 的地法也是经典。夫人是我们的罗圈大神，精通2次元文化，注意穿搭细节，在节目里创造了有实穿性的洛丽塔出圈穿搭。因为我这回回来是以一个助力选手的身份回来的嘛，我的作用就是帮助他们，在我看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除了这2位呢，我还特地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 cosplay 玩家。现在我潮流代言官 Justin 在宇宙潮流中心召唤最强 coser 登场！哇 Justin， 哇 Justin， 我可是从赛亚克拉拉星球被召唤过来的史上最强 coser。我是不是感受到现场一股潮流原力？就是我，就是我！是你吗 ，Justin？ 为什么你有武器，我没有？因为我有备而来，而且姜还是老的辣。咦，好中二啊！我的武器呢？我的助手们，快给这个孩子一把武器吧！快上我的武器！中二少年们，来吧！好，决一死战吧！我们就来一场潮流原力赛。哎，为什么没有灯？熄掉了。感受到我的潮流指数了吗？感受到了。潮流原力，来吧，来吧，来吧，扔扔扔！哎，等一下，怎么了？为什么只有我们2个人在打？他们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们不参与我们？今天怎么回事？怎么这种气氛呢？今天好破次元哦！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潮流发现官汪东城。大东哥呢，真的是我们 cos 界的资深玩家了，经常低调打卡各种漫展，被粉丝活捉。微博上有网友说汪东城是为了 cos 才进的娱乐圈。今天想要知道一下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相只有一个。事实上还是很喜欢演艺事业、唱歌跳舞，但因为从小就很爱2次元文化，之后呢有这样的能力之后，那就是要满足自己小时候的梦想，这样子。这一次呢，我们拿到了4部超高人气的经典游戏、漫画和影视剧作品的授权。资金够雄厚。每部作品提供了2个官方角色形象。第一组角色，请2位揭晓。哇！叶修，你怎么在这？好帅的人。我们这里是叶修，那边是苏沐橙，2位是来自电竞题材网文巅峰之作，全职高手。叶修出场时25岁，身高1.78米，自信随和，偶尔腹黑，荣耀水平极强，后期自己组建战队，并且夺得冠军。苏沐橙出场时22岁，身高1.67米，可爱温柔，坚强懂事，被誉为荣耀第1美人。所以在那个讲述人物性格的时候，你们也可以作为参考一下，反正你自己的个性是不是类似这样子的，会更还原，帮助你们还原。说得好。那我们来下一个。
哦，这个大家肯定都看过吧？仙剑，逍遥哥，这是什么？李逍遥和赵灵儿，他们来自于经典的古风角色扮演类游戏《仙剑奇侠传》。那《仙剑》呢，已经出了1至6代，加上2个外传，总共8部游戏作品，也曾改编过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和网剧。李逍遥是19岁，身高1.73米，然后他是一个一心想着斩妖除魔、做着大侠梦的客栈小二。然后灵儿的话呢，是16岁，身高1.62米，她是女娲和人族的后裔。然后她心性很纯真，特别的善良温婉。哇，感觉这2个角色大家应该挺想抢的吧？因为都伴随着我们成长。哎，我啦，对，你们，对，有了。我也是看那个《仙剑奇侠传》长大的。是吗？我也是哦。《仙剑奇侠传3》，我们都看了，基本上都看过。下一个 IP， 3、2、1，秦时明月。哇，这个力量型的剑客，我觉得我有点想抢了。这是什么？魏庄和痴恋是来自于3D 武侠动画《秦时明月》。魏庄纵横家，聚霸气与邪气于一身，功夫深不可测。痴恋原来是韩国的公主，封号红莲，妩媚妖娆，精通各种毒术。你们喜欢赤练这个角色吗？女孩子们还挺辣的。挺辣的。我看到那个女生角色的时候，因为她的这个元素是红色，我一下就小吹吹了。真的。我就在想，她这个很御姐的一个状态，她能不能行？然后今天看到她的这个装扮，我觉得你好像可以。最后2个是什么？3、2、1，哇！山河令。周子舒他的性格刚毅有主见，然后他是带着自己为数不多的寿命离开了朝堂，然后他其实是无欲无求的，他只想安安静静度过余生，结果他就碰到了温客行。然后温客行呢，他幼年的时候父母早亡，就是惨死，然后他长大的时候就报复江湖，但直到遇到了我们的周子舒，然后他就从一个喊着哎呀世人皆负我，举世皆可杀的鬼谷谷主，就变成了一个想要去成为光的一个人。就你跟3P 了，你又要那个，就你跟3P 了，就是他们2个，对他们俩是一对 CP。哦呦，好啦，角色都已经介绍完了，你们想好选谁了吗？想好了。你们是谁？想要什么角色，你就站在这个板子的后面。我数10秒啊，10、9、8、7、6、5、4。三来迟了，要哪个？我就红的吧。1，哦，有 double， 哎呦，逍遥有2个人想选哎，喂，怎么办 ？PK。你们2位都看过《仙剑奇侠传》吗？我们先说。我看过。为什么想要争取他？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慢慢的走向担起责任，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的道路。我是喜欢他整一个作品，然后里面其中李逍遥我也非常喜欢。行火化。啊！那我就抢叶修吧。好难啊！我现在比较期待，因为我之前不是做过 CJ 也做过 CP 这种 cos 的嘛。这一期我就想好好看能不能重新塑造一个角色出来。赵灵儿参加这种潮流的派对的活动，那样子现代穿搭，让我也蛮期待的。我觉得主题用特别好，喜欢，蛮喜欢，很喜欢，超喜欢 ，super 喜欢 ，super 喜欢的。这事情呢没有那么的简单，选到了同一作品的选手呢，这一次是对手，要在潮流派对上 PK。本次任务呢，将会结合你们 cosplay 的还原程度和为角色设计的潮流造型创新度进行评判，最终淘汰1个人。大家加油！加油了，孩子们！加油！你们可以的。好了，那我跟大东哥先回我们的星球去了。好的。好，我们瞬间移动吧。来，走了。3、2、1。哇哦！
我选到了《山河令》里面的周子舒，尝试一下吧。而且自己本来从小就有一个古装梦，所以一直都想试一试戴头套的感觉。温客行的这个角色吧，还算是跟我以前所擅长的汉服啊、跟古装啊、影视啊，就这些都是有点关联的，相对来说得心应手一些吧。虽然也是竞争对手，但是我觉得我不怕，能从这方面去挑战赢他，好像有点难。周子舒其实还挺高冷的，就是我哪怕活不久又能怎样？就很坦然的，逍遥快活，对，我逍遥快活度过我之后的余生，我过得比我前半辈子还要精彩。他是这样的性格。老温，你真的很心狠手辣。他当时杀了那个鬼谷主的时候，是活生生当着全鬼的面把谷主杀掉的，这样才能有这个威慑力。我觉得他的有些经历跟我的成长经历真的吗？会很像。哦，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像你，因为其实我还是属于那种蛮善良的人呢。之前他们俩有什么主题色吗？他们爱穿的颜色？他穿的特别浮夸，他特别低调，他比较仙气，他穿的一般都比较那种白呀、青色啊这种。我俩真的该换。对，他对，我觉得可能重庆人性格吧，我跟温客行也算一样，就是敢惹事儿也敢扛事儿的那种。依然其实你们看到他这么疯，其实有些时候他是特别会照顾人，然后说真的是拿反了。咱俩换吧，要不现在能换吗？还我愿意，我可以啊。赶快，我不知道导演组怎么样，我们3个一起出去吧。我觉得赶快吧，不然陪我们，我觉得有说服力，有那个一点。我们想申请一件事儿，他们想换，不可以，一经选定不可换。真的不可以换吗？其实外形上面确实我要适合子舒一点，但后来我是发现我性格可能跟温客行像一点，但是好像也换不过来了，后来也就接受了。Hello，我们今天请大家吃个饭。哦，谢谢老板。好，我们赶紧一边聊一边吃吧。哎呦，听说明天雪花马尔斯绿啤酒为我们准备了一个 M Space 潮玩派对，这次是 ACG 破次元主题的，想问2位有没有参加类似比较特别的派对的经验呢？我本身还参加过蛮多动漫派对。我也还好，你也还好吗？对，我就是主要是因为很多不认识的人，明天就还好，大家都认识嘛，对，所以我们就可以玩起来。对，哎，对了，快一跟宗弘还有酸皮不是参加过一个超酷的潮玩派对吗？对啊，说到这里有一段视频，你们要不要看一下？好啊，来哦，大又远，哇，好远，哇，这好帅！哎呦，这个潮玩派对，哇，我没想到江辉一你还会打碟啊，深藏不露哎！哇，而且我感觉视频中的这马尔斯绿色也太潮了吧！酸啤加会不会调酒？马尔斯绿啤酒这个喝法有点潮哦。刚才视频里那个宗弘跳舞跳的是那个瓶子舞吗？那个宗弘咬唇，要不要再对着镜头咬一遍？没有咬唇，你咬了，你绝对咬了，100%咬了。没有，是你的错觉。他咬，这样，来，这样，是这样。没有。来，既然大家都吃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就一起 get 雪花同款的马尔斯绿啤酒，为我们的明天的潮玩派对加点灵感。干杯！这一刻，朝向马尔斯绿。他嘴里还叼了竹叶。天哪，苏沐橙这一套真的好看啊！好漂亮啊！这是秦时明月吧？
看三体真的变了一个人。索尼今天太帅了，帅！我的偶像巴士安来了。哦哦嘿嘿！标准的男团 ending。有请我们的潮流助推官斜杠青年 LLWW 潮牌主理人何超莲老师。哦，该不会是花木兰吧？有请潮流助推官、时装设计师Sunquest品牌创始人上官哲。哇塞，帅的帅的，好帅！太潮了！有请我们的潮流助推官、受约纽约时装周最年轻的华服设计师陈景一局主理人张朴然。哇，好看！太仙了！哇！没错。好，我们继续下一位，有请潮流助推官、国际品牌设计师 Jason Wu。生物老师今天 cos 的是大老板。我平常是打工人，今天算老板的样子，没有大家这么精彩就是了。也很精彩，其实我要坐在那就很精彩了。那当然，对啊，不是只有我们几个，是还有更专业的小伙伴。没错，她就是夫人雪菲。夫人呢，她是知名的洛丽塔的博主；雪菲呢，是知名的 coser， 江湖人称最美林波丽啊。哎，你们这次都是为了我们 ACG 的主题哦，然后这次特别来助阵，什么样的心情？我是很开心，因为这是一次大家和我一起潮流跨次元的一个经历。这个心情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是以参赛者的身份来的嘛，就特别的紧张，害怕出错。那这次就会比较的轻松，所以我也特别期待看到大家的表现。好，我们要不然先请雪菲跟夫人入座吧。好呀。很开心，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次破次元的主题潮玩派对。我是能制造神秘气场、修行8级绵绵拳、敢向世界挑战的潮流带人官明天君黄明昊。哈！哇！大家好，我是能够操纵紫色火焰、守护8尺琼勾玉的不屈不挠于命运的8神庵。哇塞！我以为今天呢，我们的潮流派对就请到了我们2位，难道？没想到今天来了这么多狠角色，哇，好狠啊！什么妖魔鬼怪？你看那位狠到把自己都涂黑了，怎么有排牙在那边？今天呢，这场派对是一场破次元壁的潮流派对。其实2次元文化呢，已经是我们95后潮流生活方式里非常重要的部分了。对，你知道吗？就是经过我掐指一算，在中国的2次元文化里面呢，就是已经突破4亿人哦，意思就是说3世人形啊，3、4人必有2次元，就是我们那边3、4个人坐在那边就，哎，你是不是2次元？你是不是？你是不是黄明昊的粉丝？那你就是一定是2次元喽。我是飞轮海的粉丝。哎耶！这是我的时代。好 ，OK。那个巴神东老师，你第一次接触这个2次元是什么时候呢？哇，我最早被2次元吸引的时候是哆啦 A 梦，就想说希望有一个像哆啦 A 梦一样，就是可以帮我实现很多愿望的好朋友这样。哦，那东哥，你觉得2次元最能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股满满的正能量，勇往直前，就永不懈怠的那个不屈不挠的精神。好。满满的正能量。那突然哥，那你会看一些2次元的东西吗？我其实有那时候看《火影忍者》。哦，你该不会也是这样跑步的吧？就这样跑呀，撑开了。
就是我就特别喜欢《火影忍者》，看了10来年的时间才把它看完。我觉得我的个性里面都跟就是说这个《火影忍者》里面那个鸣人，就是从他身上就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就是一直就是不服输，然后一直就是努力的状态，所以说我觉得动漫给我的改变还是蛮大的。是有，大家看来都是四亿分之一。对。各位主推官呢，在点评8强选手之前呢，想要请你们先点评2个人。他们在昨天呢，已经为了选手们完成了一套 cosplay 的复刻大片，要请助推官们 pick 一下谁的更好。让我们来请看大屏幕。哇，好看！大家还原度都还蛮高的。哎呀！啊，可爱！等一下，这是谁呀？我不认识。这么快 ？OK， 哎，好，真的很好。太可爱了吧！真的。哎，对，手稍微低一点点。哎，好。哎，超可爱，很帅啊，很帅，很帅。好，1、2、3，哎。太萌了啦！好可爱啊！没有啦。有一个词叫罗太，就是漂亮的像女孩子一样的男孩子。小贾他们说你很罗太，其实我是萝莉。啊，我们赶紧看下一个。哎呀！哇！这个很帅，这个好2次元啊！好帅，还原度好高啊！好棒啊！准备，哎，非常帅，哇，好帅！1、2、3，抛！好像太痒了哦。哦，太痒了，来，再来！1、2、3，抛！这张帅了点，应该要再邪气一点。可以，可以，来，准备，1、2、3，抛！哇，这个皮肤摔的好，有感觉，有感觉。你这个笑容是有练过吗？怎么能那么恰到好处的咧到这个位置呢 ？cos 魂，中二魂。对啊，这 P 档特效会很对啊，哦，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电影版，妈呀！这个拳皇真人版，那个希望我有这个机会可以面试那个草剃精。那我还想问一下东哥，你为什么要 cos 这个八神庵呢？其实主要是很喜欢他的狂傲不羁啊，够狂，够帅，然后造型够吸引人。那重点是因为他出生的很孤独，但他却靠自己的一己之力对抗命运呢，所以我很欣赏他个性。那你呢？为什么要选择明天君呢？因为我之前那个白敬亭老师来的时候呢，我用他的那个被子已经做了一套衣服了。真的吗？对，然后这次为了配一个那个床上3件套。我特意挑了这个有枕头的明天君，所以你可以成为行走的床垫。没错，我将会成为这就是潮流的第一个那个床上3件套。我们也是2位选手，想请那个助推官老师给我们2个比一下，我们俩到底谁更厉害？到底是我假明天更厉害呢，还是你这个八神东更厉害呢？八神东更厉害呢？Lady Go！真的有点困难。Yes 啊！哈！要不然我们打个赌吧。如果谁输的话呢，要不我们就在播出的那一期发微博，发个人最糗的照片。So easy 啊！哎呦，真的假的？对啊，我本来就是谐星。我也转谐星了。这一次就是 Justin 的第一次，支持一下 Justin 吧。好，哇，顶牛顶牛！我会选八神，因为我对97跟98是陪伴我度过整个青少年时期的游戏，所以我对八神是有很深的情感。真的，我也是。我会选 Justin。第一次弄嘛，所以给你的支持。Yeah！ 我最后还是选 Justin 吧，因为我看到他那个枕头，我也很想睡觉。那就没问题，那我们就约好这个赌注了。好，来，好嘞，记录一下，咔嚓，好。
今天呢，8强的选手分成4组，每组呢2名选手选了同一部的作品，里面2个不同角色，而同组选手将先后展示他们的复刻的 cosplay 的大片，还有这一次全新破次元潮流派对的造型。每一组呢，1人进阶，1人待定。本场淘汰1人。就是第一套造型，我是会看重它的还原度，就是我觉得还原度越高，我会觉得会越喜欢。第二个造型呢，是我会看重他们是不是真正了解到了那个角色的内心，用角色的方式去来思考潮流穿搭，这个是我比较看重的。我的评判标准也是第2套，就是他们受启发于他们 cos 的角色，如何在当下的这种潮流派对中呈现出一个当代的年轻人的样子。如果他很有创意，然后做出来的东西是很特别的。但是跟原本的不能就是差太远。那我们就有请第1组的选手酸体和我们的赵奕安登场。哇！太仙了，我的天哪！哇！好帅啊！请问2位选择的作品是《山河令》。我的天哪，好有压力哦！我们就反正就找个地方一点点搂呗。来吧，走吧。哎，我又咋了？给我看，向阳老师，他看上了啥？你自己看看，看上了啥？老板想看这一件红的。红的漂亮吗？好，真的，我真觉得这个可以。越搞疑味越重了，求求他，求求我，我再也不想跟赵岩打组合了，求求你们！我确实跟他逛的东西也完全我也受不了啊，赵岩那风格我哪行？那这个怎么白的怎么搞？怎么给它弄成红的了？我染的话干不了吧？不行，这个纹儿好像有点女。这个这个没有领结儿。我的安保买了好多，贼适合，贼好看，还贼便宜。这么快？对。你觉得这个红丝绒的好看不？啊？为什么我都买完了，你还在看这种？对啊，这不是丝绒，但我想买红的。其实我不太想，我第1套红，第2套我就不太想啊。反正你也是红蓝对吧？我们就走剧照的感觉。但我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中间拴个大腰带这种。啊，对，不要中间回去给你剪了，然后打那个鱼眼，我不是有鱼眼扣吗？然后给你捆。但不够硬吧？没有多硬。我想要那铁链。啊，不是，你真觉得这项链，这如果是个尖链，我觉得还行，因为古风里面也有这种东西，猪八戒也有，猪八戒也有。你再给我讲话，打死你！哦，哎，我觉得如果真的把这个搭明白，还不见得不好看。对，搭明白了好看。哎，但是怎么着，搭不明白。我在参加什么节目？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天天都是欢乐喜剧人，就是我俩边玩边弄，我觉得过程是开心的，也像是，就是阿旭跟老温的这种一个关系。这毛衣，快看这毛衣。我为啥要穿这个呀？你，这是球球，这是你3姨姥，你3姨姥才这么穿，这是3姑父，这是你3姑父。哎，那这样，我主题改成你2姨，你主题改成我3姨姥。咱俩人象牙山，还是又回到象牙山了？象牙山合力。就我希望它这个领子稍微是有点高的，然后就这块是打一个这样的领结，是有点飘带的，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可能就稍微美一点。然后袖子我想是让它这样有点灯笼袖的这种，就是稍微添加一点那个贵气的感觉。这个角色还算是跟我以前所擅长的汉服啊、跟古装啊、影视啊，就这些都是有点关联的，是可以用到一些现在技巧的，所以其实还算是相对来说得心应手一些吧。这个男生相对于另外一位男主而言是个比较低调的存在，穿越到现代，扣子可能有一点那种古风的感觉，但是其他方面我觉得还是该是风衣就是风衣，该是西裤就是西裤。其实我觉得只要跟角色有关联的东西要加上去漂亮都可以加上去，但是最重要就是跟角色有关联。
周子舒是一个渴望低调的一个人吧，所以呢，我觉得他在 party 上面，他是一个会有礼貌、文质彬彬的一个人，然后一个暖男的形象，比较温暖的。他自己具备的社会地位也不允许他穿的就特别随意，肯定还是要注重服装的品质感。那我们也要来看一下你们的完美复刻 cosplay 大片。哇塞，可以哦！欧阳这个角，哇，这也太那个了吧！炸！Oh my god！ 今天站在的这个平台是被誉为世界建筑奇迹的世贸深坑洲际酒店。现在，请大家抓紧时间完成你们的 cos 和拍摄。好，加油！就是我觉得你肯定最主要的是把他的性格什么的揣摩透，这样的话你能更好的带入。周子舒他一直都属于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正义的人。他是遇到周子舒之前，他的血液里面流淌的都是仇恨，但是周子舒改变了他。你要记住，你能够改变一个血液里流淌着仇恨的人。我前4期也挺仇恨的，然后赵一儿改变了我。啊，你不能这个样子，你应该说你改变了他，因为现在你是周子舒。改变了他哦，对哦。他改变不了我，我就是这么疯癫。你是不是没有戴过发套？从来没有，这戴过假发？第一次。发套一上就有那种古风美男子的味儿了，真的有。自己本来从小就有一个古装梦，我眉毛这里有个旋，然后大家都说可能在古代的话，你这个人可能还稍微好看一点，所以一直都想试一试戴头套的感觉。这样看起来好像像个人。哇塞！再贴一点，再往这边贴一点。好。你别躲我，我先这样。好，来准备，1、2、3，跑！有，哎，对，哎，对，好，来准备。汉服古装这方面，我觉得现在线下所有的选手当中，我算是非常强势的。你把脚并上。好，来准备，1、2、3，跑！只要是旁边有搭档在那里站着，我觉得氛围感我能给到挺足的。第一趴没有很担心，对。这个大片是在瀑布那里拍的，然后原因呢是因为剧情里面在瀑布这一个地方，然后周子舒呢救了温客行，我觉得这个地方蛮值得纪念的，就选择这个地方。真的可以去拍戏它。对，好适合古装。对，超还原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一安的。大片的话依然好看。其实我这一次压力真的挺大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真的非常喜欢这部《山河令》这部作品，在这个复刻上面花了我绝大多数99%的精力吧。我就希望能给大家能还原一个相对来说合格分数以上的作品吧。真的是复刻的好完整啊！我是观看他们这个第一套的 look 的话，我是非常喜欢易安的，因为我觉得他特别的有心思。他的这个红色的这个外纱里面其实是有一层黑色的那个衣服在里面的，就有完美的去还原了温客行内心是非常的心思深沉，但他外表呢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形象。然后他就把温客行那种鬼谷孤主的神态也表现得特别好，就很喜欢易安的这一套造型。易安呢，他其实在拍摄大片的时候，他个人照的时候其实是用了一点小心思，就是他在拍他古装这些衣袖的时候，让自己衣服都飘起来之后，其实是更吸引人，然后更能呈现出那种很仙的感觉。因为剧里面的话，他们两个是可以为彼此付出生命的那种友情。红衣服的话，我自己的认为它会是一个外热内冷的一个状态。它其实不是说一个很正的一个侠客，因为这个侧脸嘛，然后那个包括眼妆啊，然后那种一种不屑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非常好。酸痞的话，他其实会是一个比较正的一个人物形象了，因为他是天窗的首领，他底下带了很多人，所以说他需要一个很正，然后压得住人的那么一个感觉。所以说我感觉你们两个这张合照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两人互动的状态。
谢谢老师。我其实觉得两个都很厉害，那当然就是看大片的话，就是我其实很喜欢的是酸皮，因为他从来没有这种古风扮上，就是易安是本来就很仙嘛，所以就我看起来就易安呢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冲突。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换一下也好合适哦，就是你是鬼谷谷主，就你会更那个杀气更重一点。没有啊，我觉得酸皮这造型很像他。没有，他现在也好看，然后但我觉得他换了也能好看。因为我跟酸皮而言的话，其实基于外表上来看，好像是没有选反的，但基于人物性格上，那么好像就选反了。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很适合组这种 CP， 对，就好好看。说到这个，那个超良老师，他们两个的 CP 名我已经慢慢取好了。什么名？他们叫氨基酸。他们叫氨基酸。你们两个人缘分啊，这就是缘分，缘分一道桥。加油！你又在组 CP 了。加油！就你们俩，我帮你们俩想好了，你们俩以后叫一帘幽梦。赫连嘛，一帘幽梦，他们俩不天哪，完了！救命！还你要干嘛？除了还原之外，我们刚刚快一给那个赫连喂东西吃。当老师这样，就是我觉得cosplay这个太搞笑了。这都被你看了。简单一眼看。新的组合出来了。周子舒和温客行来参加我们潮流派对，会穿成什么样呢？请展示。哇哦！妈呀，两套都好好看啊！我不行了。酸皮的好看啊！两位要不要？就是现代的两位周子舒跟那个温客行，要不要来现代版？现代版的互动。现代版。哦。你们就呈现刚刚就是 cos 大片里面那个姿势，刚才那个吗？对，就是那个大片儿，我们来3、2、1定个格。哎呦，哎呀，3、2、1。我觉得就是如果和自己的好兄弟一起去参加派对的话，周子舒的形象应该就是会比较稍微低调一点。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比较细腻、善良。到后期也是非常温暖的一个形象吧，所以我觉得他一定会很有礼貌的去给这个派对的主人送花。然后从服装上面，我觉得他不会就是特别的想去夺目吧，他毕竟有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在，所以我就决定了一身颜色相对于温客行而言比较饱和度比较低一点的，然后廓形比较大的一身衣服。然后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正经的一个人，里面还是很基本的一个衬衫、领带和一个西裤。然后这就是我的这一身打扮。他的外套好看哦，酸皮的外套很有设计感。这个酸皮，我觉得他今天做的这个很好，就是感觉很复杂的同时，然后又有一种就是简约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很符合周子舒的感觉。我觉得你今天呈现的是，我觉得很精彩。酸皮的这件上衣，我觉得做的蛮好的，但是我觉得如果颜色可以跟那个角色的颜色有一些呼应，或者说是类似的颜色，可能会关联性更强一些。但是我觉得这衣服本身的衣型的结构啊，包括这种飘逸的感觉，其实是有将这种东方的传统的服饰融入到当代服装里边，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上官老师说的很对，就是酸皮那个外套，我觉得很好看，就是好像很多东西，但是搭在身上又不会太多。谢谢。因为我今天给大家诠释的是温客行这个角色，然后我心里的温客行，他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这样一个特别邪魅的一个人吧，然后我觉得他肯定是在派对当中他是要那种闪耀夺目的，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不太会特别穿一些循规蹈矩类型形状的衣服，所以我今天穿了一个就是比较垫肩比较夸张的这样的一个外套，然后因为他是一个可能是鬼谷谷主的身份在吧，所以我想给他加一些很多的那些富贵的元素，所以我搭了很多链条啊和一些就是那种比较富贵的图案这样子，然后整体配色上我还是就是走了一个比较邪魅的那种颜色，就是红跟黑搭配，然后也比较大气，然后整体上就是特别想在派对上吸引大家的所有目光吧，易安的，我觉得这身造型我很喜欢，我觉得很精彩，特别是红色面料的这种上衣。但是我觉得如果裤子能换一个高腰的，有点破腿的，我觉得可能会更适合你的身材，变得更高级一些。好，谢谢老师。易安，我觉得我很喜欢你今天穿的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是很现代的 interpretation。现在如果在街上看到
一个人穿这个样的衣服一定会转头的，所以我很喜欢你今天穿的衣服。我觉得创新都特别好，然后我觉得像那个鬼谷谷主温客行，其实会和我想象的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可能温客行给我的感觉是更加的风度翩翩一点，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有点就是太贵气了。我觉得温客行的贵气是体现在他的一个就是风度的那个贵气，不是那个有钱的贵气的感觉。易安的衣服就是初看会有一点惊艳，但是越看越腻的感觉，就是贵。纠结的时刻又要来了，是的，又要到请各位们潮评分的评团们时候了为我们的氨基酸组合买它，请买它。哇塞！易安这身穿搭给我的感觉是太女性化了，所以我是觉得体现在一个可能古装剧的一个美男子身上的话，我觉得有点违和。好，那么有请我们的第二组选手宗弘和快意。这是李逍遥和灵儿吗？对，这个是宗弘，这个是宗弘啊，我都没认出来。我们选的作品是《仙剑奇侠传》，我觉得灵儿跟我外貌上形体更接近一点吧，然后我也是更了解这个作品，所以我选择赵灵儿。小时候经常看嘛，因为电视上一直播，然后就是童年回忆的感觉，所以就只选了这个。听说你也很喜欢自己古装的扮相哦，就奇怪的还有一点点满意，不知道为什么。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要展示你们的完美复刻 cosplay 大片啦！哇，好漂亮！真的好看哎，这样看起来好看吗？眼神过分了哦。不像李逍遥，可像白展堂。气死我了！葵花点穴手，葵花点穴手。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尝试去 cos 一个二次元的角色，还原度还是挺高的，我觉得。哇，这个头发！天哪，你好可爱！你不要驼背，你挺起来。李逍遥怎么可能驼背呢？像不像白展堂？你也可以，你们两个有互动，好不好？哎呀，我干嘛互动？哎呦！反正我看见李宗弘，觉得他特别像白展堂，实在是没有逍遥哥哥的感觉。尴尬的人脚趾头抠地。哎，好可爱！来，准备好，这个状态特别好，有那个感觉了，看到没？哦，就是果不其然。好，特别美啊，超美！来，准备，别动。我和宗弘就有点乖巧，对于这样的效果已经很满意了。就是我们选了竹林，是因为竹林是《仙剑》里面的一大经典场景，就是为了表现角色人物关系嘛，也选择了比较亲密的动作，还有一些比较亲密的眼神。哦，哎，我觉得他飘飘的，真的有灵儿的感觉。我觉得两人的照片里面，可能就是快一会比较出彩吧，因为两人的照片就是女生的那个颜色很突出，所以就第一眼先看女生了。但是我觉得两个都是很好的，所以就要看你们第二套衣服怎么样了。我觉得宗弘今天头发长长了之后，我觉得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你，我觉得还挺可爱的。我们认不出他来，对，根本认不出来。刚才，我是觉得今天宗弘给我的这个就是惊喜挺多的，因为他之前我一直觉得他在整期的比赛里所有的造型，我觉得都稍微比别的人看起来要稍微淡淡的、暗暗的一点。但是今天我觉得他就是这个发型啊，包括整个的气质跟他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还觉得就是他的自己很大一个突破，就我很期待你这个衣服里面什么样子。如果我们的赵灵儿跟我们的李逍遥来参加潮流派对，会穿成什么样呢？请展示。哇，
灵儿好看，灵儿好好看啊！她的下身搭的。那我现在来看的话，还是赵灵儿好一些。对，赵灵儿好一些。李逍遥哪里逍遥了？这是潮流派对吗？这是来打工吧？他应该是打工人那一届。我觉得灵儿她其实前期是一个温柔坚定，然后到后期她拯救了南诏国的子民，所以我用百家布做了一条牛仔的一个裙子，百褶裙。哦，好看这个。然后在这种里面，我有一些拼接的元素，因为我觉得灵儿她还是比较灵动的一个少女。然后在包包方面，我用了一个蓝色的蛇皮。然后鞋子上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仙剑里面有一个自然界最厉害的力量就是灵珠，所以这个鞋子后面就有一个灵珠。对。哦，他脚下踩的是一颗珠子，好看的灵珠。哦，还有巧思。很灵动的这双鞋，然后我是觉得快一今天的这个造型，这种百家布啊，包括那颗珠子，包括整个的一个颜色提取，我觉得你是就是想把这个灵儿的这个故事带到现实当中来，我很喜欢你的创意和灵感。跨艺，我觉得你做的今天是很好看，而且我觉得非常像你，因为你平常特别喜欢那个牛仔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自我的感觉，我觉得我很喜欢你今天做的。对啊，我想呈现赵灵儿来到这就是潮流，而不是姜快一假扮赵灵儿来到这就是潮流。对，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李逍遥他在余杭镇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玩世不恭的状态嘛，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人到现在很可能会搞音乐，所以他是去派对当串场 DJ 的。哦，所以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迷恋。哦，所以这是你的那个2个耳机是吗？对，耳机，蓝牙耳机哦，我还以为是那小啾啾呢。哪吒，他那个就是耳机，不是 GoPro 哦。综合，我想问一下，那个袖子是不是你自己做的？就是那个，可以近一点看吗？我想看有什么。哦。有一个月光石，然后还有一些银苗的东西，对，还做了一个项链，这样子。我买了2件细针织的 polo， 把咖啡色的整个袖子剪了下来，然后做了一个不规则的拼接，还原了李逍遥他那个人设图上面的部分颜色。挺帅的，我觉得很适合你，你这么帅。没有。他的角色的背景里面有什么灵感可以放在第2套里面？一开始他在一个镇子里面，他是没有双亲的。然后他就是一直被村里人排挤，所以他就是要假装自己很玩世不恭、很坏。然后我想说，他去参加 party， 可能他可以去串场当 DJ。那你平常的风格怎么去融合在这个角色里面？时尚版还是比较街头，体现一下李逍遥那种小不羁啊、小潇洒呀。另外就是做了一条项链，就传统的玉石和银饰的一个结合，穿在黑色的皮绳上面，比较有那种狂野男孩的那种感觉。我第一次不是最喜欢快一的了，就是我觉得宗弘的好像比较符合他刚刚那个形象，就是一个大侠，然后就算是玩音乐的，就是我觉得你整个故事性挺好的，因为就是大侠感觉穿的就会比较潇洒嘛。谢谢。我觉得他的那个衣服是在细节上面可以体现出来，他把袖子缝起来的是一些小石头，然后有一些银色的一些珠珠，整体来说我觉得其实是跟他这个人物很 match 的。我觉得你是在比赛里，我觉得整个的一个色彩上，可能就是在比赛里会有点吃亏，视觉冲击力还是会有点弱。然后再者吧，我觉得好像从这个角色出发，因为李逍遥是一个19岁的一个男生，我觉得他可能会比你现在这个造型再青春、再活跃一点。配饰，比如说耳机，是不是可以变成什么就是橘色啊，或者亮一点的颜色？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暗，但是整体的感觉还是有那种侠气在的。纵横呢，我个人觉得呢，今天穿的有点素。可能是因为颜色比较暗吧，感觉不大像这个 cosplay 的感觉。但我懂宗弘，因为宗弘从其实一开始到现在都不是特别咋咋呼呼的那种风格，就他一直是走很安静、很低调的那种路线。那我们纠结的时刻又要来了，接下来呢就要请我们的潮评团为自己喜欢的选手买它，请买它。啊，不会吧？哇，太夸张了吧！啊，没那么差吧？
恭喜快一成功晋级，获得了9分。不至于吧？没那么差啊，有那么差吗？差太多了，我的天！我很生气啊！单单从那个简介上面来看，我觉得宗弘对于这个角色的塑造跟理解没有错。我觉得他把情境理解得很好，但是他为了融入这个角色的低调感，所以他才会把颜色搞成这样。当没有到这么夸张，他没有差到这么厉害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还要给这么大的笔数呢？我真的非常不能理解。那为什么我不喜欢他今天那个 look？ 他今天这条裤子前2期穿的跟他一模一样，这个裤子没有变过，只是颜色变了。你不可能永远都用一条裤子去搭配，就是他没有突破自己，而这个 look 是一个路人甲乙丙，我不会在街上多看他一眼。我们都会觉得李宗弘可能太过于简单了，而且没有任何李逍遥的元素在里面，反而我会觉得太一他身上所有的从头到尾的元素都是和赵灵儿相关的，我会觉得那个选手会非常的用心且好看。有请我们的第3组选手建波和我们的吹吹，耶！这是李建波吗？哎，他连眉毛都染白了。哇，建波这个好厉害！建波好像那个白发魔女哦。哇！你们的作品是《秦时明月》。我是痴恋。就是第一眼看上去，我是因为红色，他是那种很妩媚的角色，我没有尝试过这样的，就是想挑战一下。我是魏庄，想要去挑战一个更加有挑战性的角色，因为这个是比较偏力量型，然后说我这个瘦弱的身板看能不能就是把它给还原出来，诠释出来。对，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吧。他们俩都是韩国的贵族，吹吹是公主。后来发生一些变故之后，她变得妩媚，会操控蛇，就有点像美杜莎的感觉。他们俩的衣服其实还是华丽一点的。对，现在的服饰我们可以加点金色元素啊，或者加点其他元素，让变得华丽一点。对，像那种贵族那种。可以加点什么盾牌啊、剑啊这种东西。就是它比较独特吧，银发反派。Cool。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如果去出一个反派的话，还是有点挑战性的。这个角色就越了解越喜欢。走吧。Hello， 那你觉得有什么上海推荐可以买的？你怎么样去降低成本去做这个东西？我建议你租借。哎，你这个好看。我们还挺搭。对。资金感觉不太够吧？因为2000块钱2套衣服，第2套那个潮流服是基本上都自己租的。可以，就拿这个时间。就是味道难闻了点，其他没啥啊。哇，我现在看外面是一片烟雾。我现在整个人都花了，我跟你说。我没弄完，他帮我弄了，挺乐于助人的，然后就挺好的。旁边那样子就有点会皱起来。哦，还行，还行，有点妖风的感觉。对对。我们做衣服一直进行的很顺利，但是吹吹不小心受伤了。我去跟他说。其实经常受伤。那如果万一明天那一套 cos 做不出来怎么办？应该是可以做出来的吧。这边是这样子。然后就他说的比较多，所以说我挺感谢的。合作挺好的，我们想的都是2个人要一起过。那我们接下来也要展示你们的完美复刻 cosplay 大片。哇，哎，还是很赞的。哇，不错的，对。哇，建波这样好帅啊，超帅。这张就比较霸气了。好帅哦，这个好看。我觉得 cos 服做的还可以，然后拍照片这块我还挺有信心的。可能得去下医院，那我看起来任务就先交给你。OK， 我走，拜拜。好，拜，小心点。其实我还挺担心的。我们现在呢，就是来看一下今天所有我们需要拍摄到的景。在那个山上，然后拍山的那种特效，你觉得 OK 吗？我拍下这个景给我队友看一下，像雕塑中间，然后拍那种海浪的感觉，你觉得行吗？可以。好 ，OK， 好，拜拜。
纯儿，你终于回来了，咋样了手？排队排了好久，但是没有那种液体创口贴啊什么的。假发是直接在我头上做还是什么？你那个假发不是在你头上做，因为要做3个小时。我们可以的，没事，问题不大。我们组真的。头发最少都要做3个小时起步，所以没有完全的还原那个造型，看起来质量会差一点。准备，小姐姐不要看我，看她。你就是看侧前方。对对对，哎，好了，准备，1、2、3，跑。他看上去就是那种很靠谱的人。你可以多靠我一点，小姐。对，可以看上面，小姐姐可以看上面。哎，对，好。就相处下来感觉挺好的。我觉得他的想法也很 OK， 他觉得我的想法也很 OK， 所以2个人其实就是想法的互相交换之后呢，我觉得可以呈现出更好的东西。1、2、3，跑。1、2、3，跑。我这件外套呢，原来不是这个颜色，但是我用黑色的喷漆给它全部喷了，金色的边呢也是喷漆喷的，就形成这种金色的花纹。我的手指甲其实也是金色的，就是因为喷漆的时候全部弄在上面了。就整套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我们花了1晚上制作而成的，吹吹那套也是。建博，我觉得你今天看起来也是很帅气我很喜欢那个，尤其是你的白的眉毛，现在变得很 fashion。现在很多人在那个走秀的时候都常常染眉毛，就你很会利用那个廓形，因为那个袖子一下那么肥，然后遮住你的这个比较瘦的一个胳膊，然后增加了一个肩宽和一个力量感。就是说，我觉得能把这个2次元变成一个3次元，我是觉得哇，就是很惊喜，就是很激动的感觉。好，那我们来看吹吹的个人大片。哇，好看，它还原度好高哦。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配角，所以其实很难买到就是能用到的一些成衣，所以我的这套衣服都是用布料做的。在所有的 IP 里面，这套还原度的难度是最难的。这2个人的衣服都是从零件到喷漆到所有的这个面料的硬挺都是靠 DIY，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佩服。就是我觉得你们的动手能力已经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包括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可以完成这样的产品，其实让我很惊讶，甚至就特别的感动。因为有时候我在想说，如果是我接到这样的任务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有这么高的完成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好，请2位展示你们的潮流造型。3、2、1，请展示。哇！我喜欢吹吹的，吹吹的好看。哇，好喜欢！马甲真的太帅了，我好想拥有啊！真的是，而且我觉得时髦，看起来是时髦。应该关着穿，就超帅。因为我这个角色她之前其实是一个韩国的公主，所以我就用这种毛的来，就是表示她相对来说华贵一点的东西。然后她的一些技能是善于控制毒蛇和用毒，所以我身上用的都是一些皮质的东西。吹吹今天这身造型真的是一如既往的好品味，然后你的包、你的配饰，包括皮裙上的这些金属的细节，还有这个皮草的感觉都非常的带有点复古，但很高级，很喜欢。吹吹就是一贯的红色嘛，红色就是你的胜利颜色，就是很贵气，很好看。吹吹，你的衣服是自己做的吗？这个只是一件裙子，然后这个是我从一件买来的皮草大衣上剪的，然后剪了2个领子，把它剪成2半塞到这里面去的。因为魏庄实际上他是个实力非常强大的一个人，所以他在面对任何的东西的时候都是一种高傲的表现，就不会有太大的起伏，所以他整个的人设都是那种很高傲，然后很冷酷、很霸气的那种感觉。然后他特别喜欢战斗嘛，所以我选用了皮质外套，然后像战士一样的一个小的盔甲外套，然后其实我的裤子它上面也是有些盾牌那种小元素在的，给人营造一种战士的感觉。我觉得还是建波，但是像是去打仗的铠甲兵，我觉得建波那个就是还是停留在 cos 中了，他还是游戏中的角色，对，而不是一个现代的东西。那他穿成这样去蹦迪可是会热的哦。波波，你这个外套选的太对了，我现在觉得你简直就是肌肉人。Cool。
就那种错觉，就感觉看起来你就很壮，然后好像很能打的样子。哦，我是觉得今天那个李建波的造型好时髦啊，伪装去参加了一个时髦派对吧，我觉得真的太帅了，就是我自己是很喜欢，而且你还通过这个盔甲啊，包括这个整个的一个衣服的廓形，让你的那种小的身材更符合伪装的一个人物架构。我觉得你里面那一件黑色的漆皮的这个外套，如果能是短的，我觉得可能整体的比例上可能会好一些。对，是的，不然显得那个上身有一点长。对。波波，我自己本身是2次元爱好者，那我自己很期望说，如果有一天能够把2次元融入3次元，然后再结合时尚跟潮流的一个穿搭，我在你身上真的看到，因为我知道你们今天造型很像一个剑士在保护一个公主的感觉。对，其实今天就算晋级，我也会把这个位置让给吹吹。他没弄完了，我帮他弄，我没弄完，他帮我弄嘛。他手指受伤了，然后依然在做嘛，然后包括他损失了特别多的时间，所以说我也不想去分个胜负。哇，好感人的组合哦！怎么办 ，Justin？ 该怎么投票？但是我们纠结的时候还是会到来的。我不知道投谁，我也太难了。请买它。我填。吹冲。其实也想好了，我把我的位置让给他。天哪！就主题上来讲，吹吹内身更适合去参加 party。建波的话，攻击性太强了。我觉得他穿内身出现在派对上面，最合适他的位置可能就是门口保安，就像一个兵马俑一样站在那里。参加派对本身的服装的社交属性会少了一些。那基于这个点的话，我还是选择了吹吹。太精彩了，太猛了！哇哦！然后呢，也要恭喜波波，如你所愿，你被待定了。Yeah！ 但是波波还是表现得非常精彩。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对。我没有想过我会是晋级的那一个，因为我觉得他那身其实就特别有质感，也特别符合伪装。有请第4组选手汝儿和赫连。你们今天选择的 IP 是？我们选择的是《全职高手》里的苏沐橙和叶修。叶修这个人物角色给人的感觉就很热血，就很有活力。他是游戏界的一个大神，这个角色是叶修在游戏当中的一个角色。我的角色是苏沐橙，他在《全职高手》里是一个电技高手。苏沐橙在游戏里他是一个枪炮师嘛，他也是属于一个感觉勇往直冲的那种角色。《全职高手》里边的设定就是叶修是很大神级的人物，看到他的人都会疯狂的。对，然后他就是一直很低调。对对对，包括他不想露脸，他自己打游戏的时候夺冠的时候都是戴着口罩的。不就属于那种阳光活泼元气少女，元气少女。祖儿挺适合的，她人又很高挑，然后她喜欢穿短裙，身材又好，而且很容易去做出那种2次元的感觉吧。反倒我是什么啊？我简直就是那种大爷，然后就没看过动画片，没看过电子产品那种感觉。你们不是有2个 look 吗？一个 look 1比1还原，你不用想太多，你就是像妆面、头发，然后各种道具这个细节拉满，不要因为就是你不了解这个 IP， 然后你就完蛋，就是那个心态很爆炸。还挺开心的，看到他我有一种看到救兵的感觉。没事儿，让我再看一眼我的东西。有一个人要做 cos 嘛，然后 cos 的服装就是还是要还原嘛，要去跟原画再现它本有的质感的东西，包括造型、颜色都得去相匹配。不行，不行，我这个怎么偏黄啊？有没有比这个再亮？想买的材料其实很少，都需要自己手工部分去做的。哇，我要做的东西太多了，今天晚上是一场大战。
它这个是连体的吗？它应该是先穿里面的，然后再在外面套了一层。还得再做它腿环，就全程要靠自己做，所以我的压力其实蛮大的。你这条是条连衣裙啊？对，粉的。但是你能让别人一眼看出来你是苏沐橙吗？粉色的可爱的裙子有没有呀？哇，这个可爱的裙子，哇，这个好可爱呀！哇，这个好好看。我想让她在这个派对上穿的是感觉女性温柔一点的一面要体现出来，但是它不像别人，就有些人可能都没有代表色，苏沐橙很难得，它是一个橙色，是它非常鲜明的特点。如果说你拿这个粉色长裙去改的话，我是一点都看不到苏沐橙的元素在的，就有点偏题。天呐，我又被框住了！为什么每次都这样？我脑海里有一个想法现在，但是我就是想要那个想法，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想法，怎么办？那你那个颜色上面可以去用橙色的元素来弄，然后你看怎么用橙色和粉色去更好的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样还是可以的。我是属于会尝试多样化的人，但是我怕我的想法都太疯狂了，一直在感觉日常和非日常的选择中焦虑。你是因为在 cos 角色，所以声音还是真的对，是真的哑了？是因为我熬夜，然后做东西，然后上火了，我声音比较沙哑。太辛苦了，真的是每一位都特别的不容易。那我们来期待一下你们 cos 的还原大片吧。哇，太像了！哇！这一组跟之前的很大的区别。对，就唯一一个比较偏现代一点的。这些飘逸感是做了几次啊？就有大风吹吗？是有人在就是拉他的围巾哦，然后跑。对。哇！牛啊！好看，左儿的好看。Hello，就拍这样拍。对，一个就是大广角。大广角。我们选择了一个建筑的结构性比较强的、有纵深感、透视效果比较强的一个地方拍摄。好看，来准备，1、2、3，跑！好，来我们准备啊，1、2、3，跑！哎，好看。来，3、2、1。大片拍摄我觉得挺顺利的，呈现的效果是好的。我就觉得很开心，整个过程也非常轻松，也得到了我想要的这种效果。就是身上这些所有的衣服都是我自己去采买的原料，然后当天晚上做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上面最难做的就是这个铠甲，是要花时间，而且铠甲要用布料做出来很不容易。赫连的，我觉得这个制作难度实在太大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晚上的事情。我觉得能完成到这样，我觉得很了不起。何莲，我觉得哇，今天看起来根本跟以前的何莲完全不一样。我现在很期待看看你底下穿什么，去这个 party 的 lo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祖儿的个人大片。衣服的话是我们昨天在临时录的复古集市里面淘来的。然后呢，我比较中意的就是我买的腰带，还有那个挎包，因为我觉得它有那种年代感，但是它质感也非常好。然后呢，也很高强度的还原了那个角色原来的造型。祖儿的还原度超级高，我感觉基本上一模一样。就是祖儿的这个映照挺好看，但是那个脖子的透视，我觉得可以再露出来一点，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让那个动漫的形象，我觉得会更完美。好。全职高手体现的一点就是勇往直前，他永不言弃的一个精神。刚才叶修的那个 cos 他也说了，他通宵去搞这件衣服。叶修他也是自己拉团队，一步一步慢慢上来。他不单单是把衣服还原了，他还把这个勇往直前的精神给还原了。这一点我觉得是最不容易的。就是说，有些时候做一些事情，它更多的时候不单单是一种喜欢，而是一种坚持。确实，说的挺好。
那接下来呢，也是我们非常非常期待的苏沐橙跟叶修来参加我们潮流派对的话，会穿成什么样呢？3、2、1，请展示。他穿了个棉马甲，好丑啊！赫连这个真的看不懂啊，大跌演技。我喜欢赫连，《全职高手》他在正常生活当中，他不是一个很张扬的人。他这样的衣服跟游戏角色有关吗？就是游戏角色去参加 party 呀，要带上人物性格的呀。你可以不张扬，但是不会丑得出来。叶修不丑啊。我这身造型就是颜色还是以它盔甲里的元素提取了一些颜色做搭配。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比较不修边幅、比较慵懒、很随意的一个人，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状态和他本人的状态还蛮像的。打游戏，然后突然被通知要参加一个潮流派对，所以就自己做了一个手提的可以装电脑的包包，然后上是键盘，然后能体现就是我是一个竞技选手。这一身的颜色都会比较暗，红色会稍微提亮一下整体的搭配。这个红色的元素是因为是叶修他们游戏中队服的颜色。我每搭的这个绿色的这个背心的话，就是可能会结合一些我赫连的味道在里面，就是我希望叶修也是赫连那种感觉。赫连今天这个造型，我觉得跟你一直以来的那种造型的习惯很一致吧。赫连，其实我蛮喜欢你今天穿这套的，我觉得，所以你用那个耳机用红色的，我是个人蛮喜欢的。赫连，我理解你，就是你的思路在哪里，然后你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是真的伤了。我觉得有点太颓废了。因为叶修在他生活中，他就是一个很随意、很慵懒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就是，但是你参加是一个时尚派对啊。我觉得时尚派对他不想被别人知道，但是比较低调。而且他有一个故事，他愿意去网吧里，就是当网管给别人送泡面，但他是这个游戏世界一个大神。就是我觉得他挺接地气的。就是因为你站在祖儿旁边，然后你就一下就暗了。肯定是祖儿好看啊。苏沐橙从小是孤儿嘛，然后在他哥哥不幸在车祸中去世之后，就变得跟叶修像亲人一般的存在。叶修也像我的哥哥一样一直在照顾我。然后呢，我也是想要通过这次派对去表达我对他的感谢之情。那么所以就选择了这个外套，想要凸显出一种妹妹的角色。但是呢，我把它切了，然后呢拼接了一些橙色元素，因为橙色是就是苏沐橙的代表色。头饰是我刚 cosplay 里面的那个腰带，把它放到头上了。这个包上的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可以体现出它的很沉重的一个枪的那个形态的这种感觉吧。我之所以就是加了这些比较硬朗的元素，是因为我认为苏沐橙这个角色在我心里是一个很坚韧、不服输的一个女孩吧。我是觉得祖儿的自身条件真的是太好了，她的这个头肩比，包括她就是一个从漫画里走出来的少女，然后动手能力也很强，就是怎么这么厉害？你们好会比赛啊！谢谢。我觉得效果挺好，特别喜欢这个喷漆，让我回想到你1分钟变装的时候在衣服上喷漆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很可爱，蛮可爱的。可是我觉得那个包有点复杂，把你的主要的那个衣服抢到它的光，可以简单一点，有一些地方细节。他们潮流派对的造型，我还是非常喜欢叶修的造型啊，因为在原作中啊，大家应该知道叶修他本身的性格是稍微有一点小闷骚啊，所以说他深色调的设计啊，然后再加上红色的耳机啊，这确实是，特别是红色耳机啊，有点点睛之笔的那种感觉啊，希望别人能关注，但又不希望别人太多去牵扯到他的生活当中，所以说他的这套装扮，我是觉得非常非常还原，非常非常传神，我是非常喜欢，成功的帮叶修拉到票。好。其实今天这8位选手的表现都是非常非常的出色，真的是很令人纠结，怎么办？而且选手们也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呢，决定权还是交给我们的潮评团老师。对，交给你们，买不买它，看你们的。好，请买它。1比1。哦呦！哦呦！我天！哇！我天！我觉得大家都在观望。比赛到这个环节，怎么投都不太忍心哈。太接近了吧！哇！
还是要先恭喜我们的祖儿晋级，然后呢，同时邀请我们的赫连进入待定区。我觉得祖儿的优势在于她就是真的身体就是整体感觉好，对她就是穿啥都好。但赫连其实真的挺宅男的，小心思很舒服看。我觉得我今天 cos 没有问题，从外观，从我的穿搭想法，从精神上，从肉体上，我觉得完全诠释了叶修这个人，包括我自己。只能说，可能有一部分老师他们没有看过《全职高手》，或者不了解叶修这个人物。如果真正的去了解了叶修这个人物，他们也是会跟我一样去认可吧，应该。其实我是对赫连的第二套造型我有点失望，就看不到太多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舞台跟赛制上他有点迷失了他自己。首先，请4位待定选手回到舞台上。助推官们，你们这次有2个助推的名额。我和东哥呢也会有1个带人的名额。最终呢，只有3位选手可以回到我们的晋级区，然后剩下1位选手怎么办？赫连不会被淘汰的吧？我觉得棕红有点危险。好难选啊，真的。就觉得波波好像稍微差一些，他动手能力一直都是强，从第1集。其实他那个小细节是好看的，你看他那个小的银针，还有玉石，他真的差的时候可以很差。好难啊！没有决定，不行，一定要有一个走。头大了，不知道怎么选，真不知道怎么选了。4位助推官，你们想助推的第1位选手是谁呢？我想要助推的是。想要助推的是棕红。哇，棕红又救回来了。你们想要带回舞台的选手是棕红。哇，李棕红。恭喜！我选棕红。因为我觉得我在你身上可以一直看到很精彩的创造力，你随时都在坚持你自己的 core 的想法，然后呈现出来。在每一集的时候，你经常有时候会表现得非常的好，像上一期，今天其实稍微会平了一些，但是你刚才走近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细节，其实是很精彩的。谢谢，谢谢上官老师救了我。然后我有一些话想要讲，就是针对潮评团的。我觉得像在这个舞台，它的 slogan 也好，包括它的名字也好，它就是潮流嘛。然后它的 slogan 是我决定我是谁。但是我发现，在任务或者比赛的时候，你选择到晋级的人，一般都是舞台效果比较好的人。但是潮流也好，时尚也好，你的风格是在生活中的，有可能欣赏你的人是站在马路对面看到你的衣服的人。所以，如果你只是追求舞台装的话，那这个节目不如叫做这就是戏服设计，对不对？我觉得身边有一些选手，虽然自己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有注意到，或者是无意的也好，慢慢的做东西开始像是在迎合潮评团的喜好。那我觉得我没有在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东西，那就没有意义。好棒！他们评分标准就是以他们个人的审美、个人的喜好去评判。但我是觉得，当你要做一个决定是关乎到选手去留，然后呢，你来这里是以一个评委、评审的身份的时候，你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然后多元化的审美，就是你需要看懂一定范围的东西，然后去以专业的角度和态度去评、去投，而不是说我就坐在这儿，我就以我个人的喜好，我就去投了。那为什么我不随便抓一些路人来投？因为这个事情所有人都能干。我觉得宗红说那个话，我真的是很不满意。你什么叫迎合我们的审美？我们11个人，我们不是一个人。棕红的衣服就是不好看啊。棕红刚才对我们整个潮评团的公正性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质疑。那么我想问一下棕红，我们所投上晋级的4位选手当中的哪一个在主动的迎合我们潮评团的主观审美？第二，他跟我说潮流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当然在生活当中，但是观众是来这里看节目，
如果他想发现生活当中，他为什么不去地铁站站着看？我们潮评团没有任何一个评委是从头到尾只投一个人。上一期我投是宗弘，我们用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摆脱我们主观审美带给我们的限制。我们很尊重你们所有的成果，但是我们是公正的。我的每一次出发点都是实用性，而不是说对哪个选手的个人偏见。宗弘今天的表达就是小孩子哦，就是会觉得今天我努力过，为什么大家不给我一个星星，给我一个嘉许？个人觉得就做的不太好的就是宗弘那一套，跟别的比起来会过于简单了，可能。李宗弘他自己可能是觉得他自己做的东西是很坚持他自己的东西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经不得别人批评。你也容不得别人去说你，可能今天是11个潮评团人去说你，明天可是全网10几亿人，那你经得起这个打击吗？那助推官们，你们想留下的下一位选手是？我们想要救的第2位是赵逸安。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强联手，然后没有办法，就是一定有一个被淘汰，所以你才会站在这边。所以其实你是第一个，我们决定一定要把你救回来的。好，谢谢超年老师。天哪，大东哥，是最后的压力还是落到了我们2个人身上。那现在场上的还是2位选手，其实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压力哈。我们只有1个带人名额。还是你来宣布吧。啊，我吗？对，我只是个嘉宾，要这样为难我，反正我下一期不会出现。其实今天各位选手都很优秀，但我欣赏他的突破。他们要是淘汰赫连，我后采一定会发火的。赫连不会被淘汰的吧？赫连的这个状态，他就是非常叶修的形象。所以我们选择波波。波波就是真的让我眼睛为之一亮，我非常喜欢，然后也看出他投入跟用心。谢谢老师们能看到我的改变，我会看努力，我可以朝更多的方向去发展，然后做更多的尝试，然后顺便把我自己的风格也融入进去。都夸他，然后把他淘汰，这些老师可真有意思。我不认同，我完全不认同。他的东西不至于让他拿到冠军，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至于到现在就被淘汰掉。所以导师选择建波的时候和选择宗弘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是有问号的。赫连其实我也就是很期待你可以留下来来着，但是可能是在这个很多个很强的选手里呢，你可能就是说复古的风格有可能会对你一点点的限制。但是其实我是觉得从你第1期海选的时候那种一直说话都在颤抖的感觉，然后到第2期展现出了自己，到后来拿那个改造的动手能力，然后一直走到现在，连 cosplay 你都其实做得很好。希望以后可以在很多的场合看到有复古风格的赫连。好，谢谢老师。真的能感觉到赫连在不断突破自己，无论是之前赛博朋克，还是今天的叶修，他都有努力的想改变自己。他离开这个舞台对我来说，因为我之前并没有那种很想赢的决心，赫连的离开让我忽然就是有那种想赢的决心。打败他的人，我想替他打败。我觉得我来这儿还挺神奇的。大家好，我叫赫连。今年我作为一个素人的状态来这，我感觉做梦一样。耶！背着自己的百宝袋，然后抱着一个大红花去见自己心动女孩吧。就是感觉在虚幻的世界，然后一直走到现在。其实我的目标是前5，但是没有达到，也是有点遗憾吧。但不过也很开心能认识很多的朋友。我觉得这个灵感很好。我们2个怎么老想到一块？缘分。送我自己和大家都一句话吧，愿大家都能奔走在自己的热爱里。我有时也在坚守我的东西。
最后其实在强忍着自己的伤感的状态吧。我觉得我不应该输给他，我就是觉得就是不甘，就是不甘心。我想加购并且买赫连的这套衣服，我觉得赫连的这套衣服就是我平时会穿的风格，而且这种小慵懒的劲儿，我觉得拿捏的也很准，和角色很贴合，我真的是觉得挺完美的，很喜欢。棕红的上衣我是加购跟买它的，因为我觉得女生穿的也会很好看。它把袖子缝起来的是一些小石头，然后有一些银色的一些珠珠，然后项链也是有一块玉，就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其实是跟他这个人物很 match 的。今天建波的裤子我很喜欢，上衣夹克我也那个马甲我也超级喜欢，忍不住想买他的时装潮流派对的那一套伪装造型，让我真的是非常惊艳，我非常喜欢。